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。根据多方预言，2024年将迎来一位非凡的存在，被称为造物主、未来佛弥勒，甚至是基督教中的耶和华。预言家珍妮弗·杰克逊曾提及，一位圣人将在东方现身，并预计这位圣人会出生在1962年前后。同时，华藏上师也曾预言，这位紫薇圣人，东方的圣人，将在1962年降生于台湾。带着寻找圣人的心情，我们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探索之旅。虽然台湾岛屿不大，但在不断的追寻，我们最终遇见了一位非凡的高人，他拥有深邃的智慧，彷佛应验了一则关于圣人的预言。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——紫薇圣人。这位与众不同的奇才出生于1962年，拥有艺术家、发明家和科技人的多重身份。透过经营脸书的法王圣人论述页面，并在抖音和 YouTube 开设子圣说故事频道，他以生动的叙事方式分享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独特见解。紫薇圣人不仅深通天文地理，还具有极高的技术创新能力。他坚信晶片科技将引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，其发明之一为人造合成冰重翡翠，并拥有专利。他同时专注于发展先进的光子晶片技术，期待为未来 AI 和机器人技术奠定坚实基础。因为这些卓越贡献，他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，一举登上美国半导体科技杂志的封面，成为业界的焦点。这位圣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实践，无疑在全球科技界投下一道耀眼的光芒。此外，这位紫薇圣人曾被认证为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法王。然而，他选择放下这一崇高的职位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修行之路，遍历中外宗教的修行法门，随处弘法。据弟子们所述，虽然他的外貌令人惊讶，但他似乎具备不老不死的奇特特质。今天，我们有幸透过弟子们提供的视频，一窥这位传说中的紫薇圣人的智慧与法教，带您一同见证这位高人的风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，我是小乔。上一集有没有很精彩啊？紫薇圣人教我们如何分辨悟道，也教我们如何持咒及禅定。我很好奇圣人是如何接触到修行。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，那接着就请圣人为我们开示。请问子圣悟道的经历？其实很小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多数的小孩一样，喜欢看武侠片。那时金庸的小说爆红，什么九阳神功啊、九阴真经都是我向往的。大约7、8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练习气功，达摩易筋经、混元禅功都学。慢慢的体验了道家内丹的心法，走大小周天、洗髓功，感觉体内有真气串流，对武功是大有帮助。长大后经商之余仍然热情不减，于是不忘向上追寻，开启了追求佛法悟道之旅。于是我一头钻进了显密经典，从显教的3藏12部正法，一直到密教的大手印、道果、大圆满，可以说是遍历了经典，从着火定一直到无上密，最后修成无漏身。于是容貌开始变化，从老往回修。我现在63岁了，但年岁仿佛不曾在我脸上留下风霜。由于体内的能量越来越大，开始有了天眼、他心通，甚至于能预知宿命。于是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跟随我追求佛法，也有人向我引荐进入密教僧团。由于我一直是一个在家居士，甚至于热衷于科技的研发，特别能领会到打坐禅定、戒定慧3学。我因为定而生慧，产生莫大的智慧，在我的发明上面能够知晓过去因缘，也能不经实验能预知未来。于是我申请了许多发明专利，同时也获得了国内的很多大奖。可以说修行直接缩短了我的研发时间。所以子圣也教导我们这些子粉们每天要禅定。很神奇的，我的精气神禅定后变得更好，头脑思绪也变得更清楚。
对啊，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体会。而且我上网看到子圣还有一项发明，尤其我们女生看到都目不转睛。你猜是什么？我知道，那就是独步全球的人造合成翡翠，堪称世界之最。听说最近还要去香港参展，你肯定没看过实体的帝王级合成翡翠。下次我带你去台北朗瑟林艺文中心欣赏。子圣有被认证为藏传佛教的法王仁波切，那现在怎么没有以法王的身份来传法？跟宗教乱象有关系，让我们听子圣怎么说。在追寻悟道的过程，我也会去接触善知识，跟他们聊聊，谈谈各教义它的奥妙精髓，以便截长补短，修正自己。所谓参禅悟道的过程中，也是血泪参半，有的很热忱的邀约你进去他们的教团，其实只是为了扩大他们的信徒，但开一下天眼，我便能察觉他们的师父是神是妖，还是不学无术的骗子，只为了名闻利养来欺骗众生。所以我也曾去过尼泊尔深作认证，也曾派弟子前去西藏寺庙传法。但很快的，我发现教团中出现许多的虚伪腐败跟恶习，这让我大感不屑与他们为伍。于是这期间很多人向我挑战，他们对我施咒法下降头，三教轮流来诛，但我无动于衷。我仍然热情地为弟子解说传道，传我的口诀心法，慢慢的我身上的无始之光也能够传递到他们身上。所以我说，最近亲近我的弟子，他们的通常年龄可以减10岁，这就是我一开头所说的。但教团的争权夺利似乎也不是现在才有，我留意到耶稣基督也曾有过类似的经验。据传有考证的经典曾记载过，基督在13岁离开以色列，来到了印度、尼泊尔，甚至于进入西藏，学习了印度教跟佛教。于29岁回到故乡，开始展现神迹，并且向世人传递他的法教。你明白了吗？子圣知道宗教内部太多藏污纳垢，很多有名的宗教或是教派并非是为了慈悲救度众生。我也感到觉得不可思议，从来没想过。让我们继续听子圣怎么说。当然，这是个争议，是会引起很多基督徒的不满，因为他们的神怎么可能像佛教学法呢？当然，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，我的意见倒不一定。耶稣肯定受了什么引导，也肯定学习了什么法教，但各位学习法教不代表认同啊。学习而融会贯通，因而悟道才是重点，不是吗？求道的法门千百种，就如江河千万条，终须汇入智慧海。而智慧海，这是修行悟道而来的。所以我反而看待这事是好事，而不是坏事。反问耶稣若不经修学就成神，或是先知圣灵，那岂不如同抽中漏的透，打到闪电那般容易吗？我们知道，在古代希腊、中东、印度一带，那是古文明的发源地，同时是古代神学科学最发达的地方。一个修行人应该是会遍历经教，去腐存清，将学问转化成自己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去讨论他去过没，学过没。这之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我愿用毕生所学向你们传法，而不是传教。教代表教团，代表组织，代表庞大的利益集团，他们甚至于会引来战争。这些教团的利益争夺，反而使人远离自己的信仰，远离真理。否则信仰多神教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呢？不止如此，后来罗马教廷信仰的基督仍然爆发内战，所谓的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的不合，一直到今天。我们看到以巴冲突，或者所谓的以阿战争，都是源自于信仰。我想无论阿拉真主还是耶和华，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事。毕竟真主只有一个，既然大家信仰同一个神，宇宙的造物主，何来无谓的纷争呢？我们佛教大圆满法有一个比喻，
你抬头看同一个天空，天空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世界上的人，无论贫贱富贵，都享受着同一个天空，同一个太阳，但当太阳穿透不同的窗台，却能倒映出不同的影子。于是有人说，天是方的，因为影子是方的；天是圆的，因为影子是圆的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比方，只有愚痴的人才会去区别。但这就是教坛目前的现象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我要向你们传法，但不传教。当你得到我的法教，学会了、领悟了、得到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就离你心中的上帝越近了，离你所信仰的真理更近了。那这是好事，不是吗？听完有没有觉得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？真的，没有宗教的分别，就没有敌我的区别。这正是我心中理想的信仰，不是信某个教，而是去学习并实践通往解脱的法。子圣真是说明的非常贴切。看起来我们俩都成了子粉，其实子圣的身份也代表着造物主蓝光神。看了子圣的视频，还可以直接对视频做抖内，这等于向造物主蓝光神献供养，对传法师父的献供，师父是佛等于供养佛。哇，可以向造物主蓝光神献供养，累积福报，真的是很棒的事情。我也要去跟我亲朋好友分享子圣频道。在我眼中，妈妈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，总是需要被细心照顾。她的眼神时常飘忽空洞，问她问题，回答却总是和问题搭不上边。年幼的我不禁在心底感到不满，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那么聪明稳重，成为孩子的依靠，而我的妈妈却是这样的与众不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子圣，随着信仰的力量渐渐渗入我们的生活，妈妈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爸爸每天忙着赚钱养家，还要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的生活起居，妈妈只负责洗衣做饭，从小就被训练要自己独立照顾自己。当我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时候，才知道妈妈小时候因为高烧不退，没有及时治疗，导致她智能与听力的受损，在学习能力上比一般人缓慢，理解力差，也时常忘东忘西。医学上判定属于轻度智能障碍，智商只有11岁。在尚未追随子圣之前，跟妈妈的互动较少，记忆里所有的功课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爸爸处理，爸爸是父代母职。当妈妈要外出时，我都很不想陪同她出门，因为要随时看住她，以免走丢。当她肚子饿或需要上洗手间时，也要带着她买食物或带她上洗手间，搞得我比较像妈妈。妈妈就像大小孩一样，时常需要人照顾。后来是因为读书时认识的学子分享，才认识子圣。妈妈的状况随年纪增长，她的身体也是越来越差，于是带她来子圣的道场参加禅修，喝子圣加持的圣水，学习持诵法身咒。神奇的事情发生，我发现我妈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。以前的她眼神总是涣散，现在的眼睛明亮有神，专注力和反应力竟然比以前好，气色也红润很多。记得有一次傍晚开车带妈妈回家的路上，不小心开错车道，到了不熟悉的路段，本身我自己的方向感就很差，当下的我内心十分焦虑。没想到我的妈妈突然开口说看看路标指示，还是用手机查一下。跟过去的妈妈不同，以往的她遇到困难只会喊着怎么办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在找路过程中，我妈妈主动开始持法身咒，她也提醒叫我赶紧持法身咒，不要慌张。我们两个一起持法身咒，祈求子圣的加持。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很快找到回家的路。妈妈的改变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。震惊的原因是跟随子圣长期修行，长期持法身咒，竟然可以让一个智商只有11岁的妈妈变聪明，实在是太神奇。如果你看完视频后想如法学习禅定念诵开始你们的心灵课程，可以在线上向我们做抖内，对传法师父的献供，师父是佛等于供养佛，师父身份是造物主等于向造物主蓝光神献供养。